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喘 CEO 医生所著的《综合诊疗科医生从患者那里学到的70岁后不衰老的生活方式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延缓衰老的最佳方式是保持社会联系；第二，适当的与医生、医院及药物保持距离；第三，年老后依然健康幸福生活的秘诀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延缓衰老的最佳方式是保持社会联系。在预防老年护理需求方面，社交活动比单纯的运动更为有效。假设有2个例子 ：A 女士经常去健身房，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朋友聊天，运动量并不多；而 B 女士则独自认真锻炼，很少与人进行交流。大家认为谁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健康呢？答案可能会出乎人的意料。研究发现 ，A 女士的社交互动对健康的益处更大。社交活动有助于降低需要护理的风险，其效果甚至超过了运动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孤独对健康的危害堪比每天吸15支香烟。此外，数据显示，缺乏社交活动或人际互动会使患认知症的风险增加50%以上。作者在接触了大量的患者后也发现，与他人保持联系的人往往会更加活力四射。比如，80岁的 C 女士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。尽管她的膝盖状况不好，无法进行剧烈的运动，但她仍然定期参加老年人的活动课程，主动为大家泡茶、布置场地，并享受与朋友们的愉快交流。这样的社交活动让她晚上会睡得更好，带来的效果甚至相当于一场运动。以往的研究通常认为，肌肉力量减退、跌倒或骨折是老年人需要护理的主要原因，因此多建议以锻炼和保持肌肉力量来预防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运动，有些人可能因为腰或膝盖的疼痛，无法随意进行锻炼。对于这类人来说，不必勉强去运动，而是可以选择参加社交活动和人际互动，这不仅能让生活更丰富，还能愉悦心情。作者通过观察 C 女士等患者的例子，总结出人际联系对维持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有重要的积极作用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适当的与医生、医院及药物保持距离。第一个要点是，癌症筛查不必终身坚持。尽管癌症是现代人的主要死因之一，但它早期却难以被察觉，常在发展到影响周围细胞或发生转移时才被发现。早期发现和治疗是预防癌症的关键。癌症筛查的目的就是在症状出现前识别癌症。癌症筛查主要分为2类：预防型筛查和自愿型筛查。作者建议优先选择国家推荐的预防型癌症筛查，因为这类筛查是基于科学证据，效果非常明确，而且在国家的资助下费用较低。目前，日本的预防型癌症筛查包括胃癌、宫颈癌、肺癌、乳腺癌和大肠癌筛查，而自愿型癌症筛查则完全自费，价格较高，有些项目的效果不明，甚至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担忧。作者建议，癌症筛查不宜盲目进行，而应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合适的项目。此外，并非所有的人都需要终身进行癌症筛查。作者讲述了80多岁患者 D 女士的故事。D 女士每2年接受1次胃镜检查，持续了20多年。然而有1年在检查结束后，她说自己已经完成了照顾已故丈夫的责任，生活无憾，加上因脑梗而行动不便，即便查出癌症，也希望将剩余的时间用于自己喜爱的事物，而非治疗。D 女士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作者。尽管她多年坚持筛查，但随着亲人的离世及健康状况的变化， D 女士的选择发生了转变。事实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停止癌症筛查是合理的选择。作者指出，通常在85岁左右就可以考虑毕业于癌症筛查，因为某些筛查效果可能需要10到15年才能显现，而高龄时筛查的益处逐渐减少。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的建议也支持这种观点，
一般建议大肠癌筛查至75岁，乳腺癌至74岁，宫颈癌至65岁为止。因为在超龄者中，筛查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大于益处。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时光有多长，但选择如何度过这段时间应该是个人的权利，而不应完全由医生来决定。筛查过程中的不适、发现癌症后的治疗选择等，都是需要深思熟虑的因素。与医生、家人深入探讨筛查是否继续，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如何充实地利用剩余的时光，让家人了解自己的意愿，从而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。第二个要点是多种药物服用的潜在危险。70多岁的易女士原本就诊于骨科、脑外科和内科3家医院，最近她出现了腿部浮肿和食欲减退的症状，因此被开了新的药物。然而，尽管她按时服药，症状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加重了。于是，易女士决定寻求另一家医院的帮助，并找到了作者。当作者查看易女士的药物手册时，不禁十分震惊。她从3家医院共拿到了15种药物，每天服用超过30片药物。经过仔细的分析，作者发现是降压药的副作用导致了腿部的浮肿。医生为此又开了利尿剂，但利尿剂又引发了矿物质的失衡，出现了钾缺乏症，于是又增加了补钾的药物。这种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不断增加药物的现象，被称为处方级联效应。作者与其他医院的医生沟通后，成功减少了几种不必要的药物，将易女士每日服用的药物数量从30多片减少到10片，浮肿也得到了显著的缓解。起初，易女士对于减少药物感到抗拒，但现在她已经改变了看法，认为药物总是有副作用的，应该越少越好。很多医生习惯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断增加药物，却很少因副作用而减少药物的使用。研究显示，当药物的数量超过5种时，患者摔倒的风险会增加；当超过6种时，副作用的风险会显著上升。虽然有些患者确实需要多种药物，但每种药物都会带来副作用，因此医生和患者都应谨慎权衡，保持警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药物的副作用可能会超过其治疗的效果。除了浮肿以外，食欲减退、便秘、排尿障碍、记忆力下降和抑郁等问题也常见于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。当副作用显现时，这或许是重新评估是否继续服药的时机。建议患者将药物手册提供给医生，进行详细的咨询和沟通，以确保用药的安全性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年老后依然健康幸福生活的秘诀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虽然每个人的目标各不相同，但最终的目的无外乎于追求幸福。无论是帮助他人、见证孙辈成长、享受美食，还是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情，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小幸福才是最值得珍惜的。然而，一旦健康出现问题，这些平凡的幸福可能会变得遥不可及。但即便如此，依然有人能够与疾病和平共处，并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就像作者的一位患者 K 先生，因糖尿病和尿酸值偏高，需要定期就诊。他是家族酒铺的第3代继承人，除了工作以外，最期待的便是每天晚上的小酌。尽管他的父亲是因饮酒问题去世的，但 K 先生仍然为父亲感到骄傲，并坦言：“我知道我的病和饮酒有关，但这是我们家族传承的珍爱之物，所以我想继续饮用。”作为医生，作者的职责是帮助 K 先生在享受他喜爱的日本清酒的同时，保持身体的健康，继续工作，而不是强迫他戒酒。作者认为，不能仅仅因为健康问题，就强制患者放弃他们热爱的事物。我们可以通过定期检查肝功能，监控是否有损伤，甚至寻找其他非酒精相关的健康问题，从而采取更合理的措施，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要求戒酒。如果医生告诉你少吃甜食或者立刻戒烟，虽然这些建议可能会改善某些健康问题，但并不意味着遵循这些建议就能确保整个生活的幸福。
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。可是这种知识的普及，反而让很多人感到生活变得更加受限。然而，人生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长度。作者认为，作为医生，这样的观点或许有些不合适，但如果能幸福的生活，即使寿命短暂一些，也未尝不可。健康和长寿只是实现幸福的工具之一。如果因为过度克制自己喜爱的事物，虽然换来了一些身体的健康，却最终导致生活的痛苦，那么这种做法显然是得不偿失的。作者见过许多患者，他们虽然与疾病共存，但依然能过得很快乐。与其为了健康过度压抑自己的欲望，不如每天追求幸福，享受生活的美好。这或许正是100岁人生中能够一直保持快乐的最大秘诀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